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董。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立法委员王一川，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博毅，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刚为什么介绍博毅要特别讲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博毅？因为当天725那天凯道游行的时候。那你是主持人是 OK， 所以当天所有的状况，那博毅当然在现场。是，那包括大家这几天在讨论，从人数开始，包括所有的流程，包括那所有的激情的那些场面。好，那待会儿那博毅讲的那些现场来宾，跟大家在媒体上面看到的所有这些，可以来做一个两相对照。博毅开始要让观众朋友先看一下，对725，那国民党呢把所有的支持者要吹出来，然后要反毒油。那这场到底从人数开始，一直到中间的诉求，一直到后来，那都引起大家非常广泛的一些讨论。不知道你先看一下725那天凯道的现况，来。赖清德出来！赖清德出来！民进党下台！民进党下台！这个政府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人民受够了，受够！我要动尾掉啊！是，但动尾掉啊，丢不丢？再推到最后，我很怕民进党下次爆发什么事情，推到秦始皇不应该统一6国了。赖清德跑到哪里去了？你连坐在总统府里头的胆都没有，你没担当，你没资格做咱的总统，对不对？卓荣泰，卓荣泰，赖清德。赖清德下台。好，你看到那包括大家会关心的是上场人讲话的内容，甚或你看到媒体上播出来的，刚才看到国民党4大天王全部都有。那大家也会看谁在讲话的时候台下的反应最热情，或谁在讲话的时候到底人还在不在，县市首长在不在，都大家观察一个重点。为什么？因为观察这个不只是在讲那这一趴在反毒油的时候，那民心的上辈是怎么样，大家也在看是牵动到2026，甚或2028是谁最有可能代表国民党要去逐鹿中原呢？如果真的这样一路看下来，任俊来725那天，光从人数开始啊，当然那100万的我们要讨论嘛，就有最高喊到100万，然后3万、5万，然后10万，后来国民党有喊20万，但那个四叉猫。他用他，你知道，他就每一次那个格子啊，什么什么算一算，他算大概是4、5万左右，就所有这些人数代表了一些什么，而这里头过程，党中央主办，然后包括郑丽文讲说他胜或讲不到，定成解了，然后要来支应这场活动，这所有的一切要表达的又是什么？这个大概是我第一次，也好，我印象中采访新闻啊，或者看新闻啊。第一次发现现场游行人数落差有到这么大的啊，就是从这个一开始有5万，到最后变成100万哦。那个100万一喊出来的时候，连旁边的人都那个柯志恩的表情很明显，对，我都不好意思点柯志恩，就你教育文化委員就柯志恩是这样啊，他就直接那个表情，这样有100万，看起来他有点落差了啊。那我他应该是在找，他在找100万，可能接力吧。好，但没关系，因为其实老实讲的，这个凯道前面办游行不是第一次啦，办示威抗议也不是第一次啦，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大家对于这个那个地理位置也都很了解嘛。那这个其实是四叉猫。他就吃饱撑着嘛，啊，就先去算一算，就是说5万人大概是多少？其实这个表，我相信很多人有看过这个嘛。3万人方框到什么地方？大家那个算嘛，到景福门多少？到纳斯卡线多少？那大概都是这个当然就是你一个方块能挤多少人，这个都算得出来嘛。那雨天又会比较不一样啊？为什么？因为大家拿雨伞嘛，会浪一点嘛啊。所以通常其实后来大家都发聪明了，晚上的时候。其实比较好哦，在凯道去的时候晚上比较为什么？因为灯光，要看那个灯海这样子亮到什么程度哦。不过那一天看起来，没有人特别注意这个哦就是你刚刚看到，就是他们实质上现场看起来白天状况的集结的人数是这样，我不能讲不多啊，我真的必须说哦，就是说以这样的一个动员力哦，而且1个礼拜的时间。
哦，这个对于国民党来讲，四叉猫也不敢说他这个太少或怎样，他说大概估4万人、5万人啦哦，但是他也讲了一句说已经很接近选前之夜造势的规模，我觉得他也没有刻意要唱衰啊。那就回到了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花絮啊，我现在讲了花絮，刚刚主持人说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台下群众的反应啊，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台上有谁站台啊，哦，那有人就看到就韩国瑜也去了啊，特别是明明都讲好穿白色的衣服，为什么韩国瑜要穿那个西装？旁边江启臣也穿那个西装外套，当然不是很合群这样子哦，不过毕竟都出席了哦。那下面的这个就是郑丽文，那这个就引发很多人讨论了，为什么？大家都愿意花时间到了凯道上面去，结果到了郑丽文说话的时候，说台上的人呢一堆都开始跑掉了哦，甚至有一个这个最高潮的就是弄了一个黑色的气球要把它戳破嘛，结果发现台上原来这一边呢一堆要选县市长的拢没去啊，哦，就剩下郑丽文跟几个人哦。那你说为了油的这件事情号召大家上台，可是问题是那一天的整个的情况让大家非常好奇的是，到底谁是主办单位？到底谁是主办单位？那其实应该这样讲，其实最早的主办单位应该是蒋万安，是他喊的，对，因为是他喊的嘛啊！而且如果今天真的主办单位是蒋万安的话，我必须讲哦，这个人数可能对蒋万安来讲就有点问题了。为什么？蒋万安第7届立委的时候，他的得票是8万多票，将近9万票。蒋万安当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在台北市的得票是57万5千多票。对蒋万安来讲，他在台北市的号召力绝对不是这种什么几万人或是怎样。所以到底蒋万安正喊完了之后，到底动员多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主办单位不是台北市政府。我在节目公开讲过，我说其实蒋万安最不适合出来喊，为什么？你是台北市的首都市长，你首都市长怎么出来？喊完之后呢？据了解，他确实发现到他自己不适合。所以本来主办单位我那时候也讲过，我说应该是什么？台北市党部，国民党台北市党部 OK， 他可以出来，因为follow蒋万安嘛。但也有个麻烦，因为主委是戴习清，戴习清自己是个议长。那你叫他要去负责扛这个，去扛那个，据了解，大概也有些意见啦，大家各自讲法不同哦，所以最后变成郑丽文主办。好，那现在完了。不是完了，就现在出现另外一个更新的状况是，今天突然国民党讲说郑丽文要解个人定存啊，说要怎么解定存，说解1000万，为什么呢？因为活动要钱嘛，那动员都需要钱。但老实讲，国民党党中央要主办这件事情的话，由党主席去解定存，合不合理，这是一件事啊哈。那郑丽文有没有1000万的定存，这也是另外一件事。可是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状况。那到底谁是这一场的主轴？也就是当郑丽文在台上面去戳气球，一大堆人都走掉的时候，我后来大概了解的状况就是说，因为整个的这个状况，因为主持人在这边啊，我多讲一下，我对，等一下您可以补一下啦。就是说，据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到台上去的时候，其实不知道有戳气球的这一趴，据说是不了解啦啊。那所以呢，很多人就是那时候被告知，因为原先有个 round down 表出来，知道郑丽文要说话，但不知道到细节会到什么程度，所以有一些人本来就已经想好跟讲好，就是说，那韩国瑜讲完之后，差不多活动差不多就走人。为什么？因为你有动员，游览车有的要回去，因为游览车有工作时长的问题，你如果租车8小时、9小时，时间到他没有回去的话，那个要算加班，那个就会很麻烦。所以通常动员场的活动到一个时间点，南部的就会先撤，然后接下来中部的撤。那你北部的不好意思，如果有动员游览车的话，就跟 get 啦。林金杰我们有问他说，那你有没有动员？他说要动员500人嘛，那500人你怎么动员？他说总不能动员人家坐捷运吧？捷运你还要揪啊，所以那些东西他都必须要动员，那就有车子的问题。常办活动的人不会不知道，可是如果群众散是一回事，为什么连县市首长你都能够待一整个，从5点钟一直待，再待个30分钟，让郑丽文把活动做完，你们都不愿意？任俊，我们换一个角度讲，如果今天是韩国瑜讲最后一个，因为今天媒体上有一个报道是说，蒋万安是不是有跟他们党部讲说，那让韩国瑜压轴，是让他最后讲。媒体上的报道是因为郑丽文是最后压轴嘛，韩国瑜在前面，韩国瑜讲完以后，很多县市首长就这样讲，好，不管是不是因为有行程的关系，有什么，那县市首长大部分都散了。我们今天如果倒过来想，如果像蒋万安这一周让韩国瑜压轴吧，那些县市首长会离开吗？不会。张俊觉得一定不会，不会，一定会留着，就是要跟韩国瑜在。因为这我有经验。我曾经2022年我在桃园办活动。
帮那时候陈学圣要选市长，我办那时候就是到底是韩国瑜最后一个，还是市长最后一个？我们争执了很久，最后决定韩国瑜最后一个。为什么你知道？如果不是韩国瑜最后一个跑光了，后来我们的实验就是韩国瑜讲完话，他不敢从中间离开，从后面，不然出不去了。韩国瑜一离开，前面的人散掉一半。一离开散掉一半，这是我做过实验的，所以说如果昨天那一场，725那一场哦，把韩国瑜院长压到最后，我想至少70%的人不会散。一离开散掉一半，这是我做过实验的，所以说如果昨天那一场，725那一场哦，把韩国瑜院长压到最后，我想至少70%的人不会散，因为那里面人我看到很多我都认识的人啊，都是那个军校校友会啊，那一定不会散吧？那不会散，当然。韩国瑜一走，他们就散了。就算如果要是游览车要加班，他都付加班费，加班也要留下来。对，因为要等韩国瑜，所以这点我是经过实验的，这是确定的。这就回到了那一天的群众的组成啊。有些人认为说，是不是那一天其实待在现场的就是并没有太多年轻的，只是因为那一天刚好撞到一个大稻埕有办一个活动啊，因为他们放烟火嘛，所以就有讲说，因为7月25号那天烟火，年轻人可能都到那里边去了啊。那这个未经证实啊，因为没有去真正查核人数嘛可是因为国民党接下来8月1号也要再办活动，我们要先善意的提醒一下，8月1号大稻埕还是有活动。我的一并回应，对8月1号还是有活动。但现在变麻烦的是，你不能每个礼拜通通都要这个不同的主轴嘛。对，因为接下来就是这个原先是什么反独台7月25号反独台嘛那8月1号是反拒绝毒酒驾，这个我现在是不知道我不要拒绝的理由在哪里，因为大家都一定都拒绝嘛，没有人赞成啊。那这个会不会活动到最后又是喊出来，就是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是不是喊到最后又 repeat 一次？我今天中午广播的时候访问赖以任我今天就问他一件事情，为什么你们不到厂商那边去抗议？因为对于所有人来讲，厂商跟政府这件事情没有疑问，两边都有责任。只有政治人物会被政府这一趴去细分地方政府或是中央政府。我觉得对于一般民众来讲，以龙领为近乎爱虎界。那为什么你们在选择做静坐的这件事情上面，选择到凯道去？他也提到了一件说当时他们在这个4个人就是决定其实是那个杨直斗主揪啊，杨直斗就提出了这一个，那所以他们4个人就决定去了只是去了之后的发展，其实有些不是在他们的控制之内。我只能说不是在他的控制之内，而他们其实之所以定调说话到凯道时，他提到了2个字，这叫政治。那我就说当你民生跟政治这中间，蒋万安他一直在强调，这不要变成政治跟选举，所以阿冠他到台上去之前，这个馆长也很多人在讲说，国民党内在讨论是不是要让他上来，因为他直接告诉他，这就是一个选举动员场。可是如果他们一开始认为他讲法其实很简单，我大概稍微简单一下讲一下，就是赖以任他们这几个人他们认为说都有人必须要负责。但是看到一大堆人去指责地方政府，而却没有人去把那个的比例上面去对于中央政府认为有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在政治上面让大家知道，中央政府也必须要负起一些责任，这是赖以任他大概的那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他们选择在凯道前面做那个静坐。只是我觉得后面出现太多了，什么电风扇吹了头会痛水冷扇再放在那边甚至还有这个苏清泉的那个什么血压110，量血糖只有17然后到最后说什么是因为机器的误差或干嘛，弄出了很多的这个，老实讲，这叫做花絮。但是却让这整个活动办完了之后，请问我真的只问一件事情，是他解决了什么？他到底处理了什么问题？除了激情的喊完口号，告诉大家讲说某某某下台，谁谁谁赖清德，然后卓荣泰下台完了之后，变成政治完了之后，他们没有解决任何一个在石油的这件事情上面，到底觉得该怎么去做处理吗？专直接请问一下，第一个任俊最后讲那个整个游行活动结束以后，解决了什么问题？第二个。这几年大家都在看那些人数嘛，当然从100万到3万5万这些，
你说你觉得大家在讨论这些人数的时候，那因为媒体上面一直讲，有的国民党人说，只要人动员的够多，如果不够多，赖清德他们就不会重视这些，是这样子吗？另外一块就是你看到国民党的4大天王，刚才在镜头里面，每个人都非常激动，每个人的用字遣词显然都比以前要来的再激动一些。最后你讲嘛，就反正到最后都是赖清德下台。那这些激动，有人讲说，包括看现场民众对于他们的反应，就是2028的提前开打赛吗？这一场活动现在看起来花了1000万嘛，那就是一个动办一个活动开1000万，那足济这对郑丽文来说很伤啊。不过因为郑丽文比较大气一点，当党主席嘛。舞台搭给大家4个人都上来，然后他负责出钱，这就是一个党主席该有的气度这个没有问题，给他个人定准。那这4位上台啊，上面讲的内容，刚刚其实我们那个片子里面都有，大概大家都重复了。卢秀燕重复的最多，卢秀燕讲的大概前几天都讲过，没有新的东西。那讲完比较新的是我动不掉动不掉的爱虎这个。该一个出来无你无憋住动不掉，你整个把它那个宣泄出来，气要出来不然就内伤，内伤。那韩国瑜上下左右嘛试推，最后讲到秦始皇，因为我一开始听他讲，我还被他吸引住，因为我这次跟他出去欧洲啊，我就每次都听他很认真讲，我这次就说这道韩国的政府震惊开始讲啊袂歹，讲到秦始皇6个，我讲破功，不是他每次讲到最后就是会破功啊所以这几位我是觉得这样啊，平手，4位这一次下来没有分出胜负，大家都表现得不错，人数也很多人数这个看起来很多，大家都很努力，那4位表现都平分秋色。那当然，今天大家都这4位都透过不同的媒体透过不同的人士，亲什么人士，亲什么人士，大家都各自在讲别人不好讲自己比较好这个大家今天早上下午就看到了一大堆这种评论大家各自在做这个解读啦。但是这里头只有一个讯息是郑丽文知道，就是蒋万安的号召力是郑丽文知道的。他怎么知道呢？因为有动员嘛，有动员就有钱。那接下来谁来申请钱？把那个有申请钱的扣掉，就是蒋万安的。就说他这次如果假设他们自己内部估假设他们内部估，当然对外讲是一回事，因为主持人上台前旁边会跟他讲说5万、8万、15、20，因为你不知嘛，一定是边仔人跟你讲的嘛。当然，那他们。这些数字陆陆续续出来，但是最后来申请钱的，新青有他们掐了，金上之后，这个数字只有郑丽文知道，所以扣掉之后，郑丽文就知道蒋万安的号召力在哪里。所以这个讯息呢，我们在外面看不到，但是郑丽文花1000万得到了这个讯息。对郑丽文来说，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那知道这个讯息，他是要知道什么？要知道未来2028他是不是对手？就是蒋万安这个人。用蒋万安3个字出来号召，有没有影响？我假设2种情境，一种就是说蒋万安号召，结果呢，假设他们估算，假设内部实际算是35000人，结果能满国来清级，那代表蒋万安就是号召1万人，就是这样，就我的简单的数学的算法就是这样那这一场说不谈选举，有人谈选举许淑华，南投许淑华说11月28号，大家用选票来教训民进党南投许淑华说11月28号，大家用选票来教训民进党有讲那徐榛蔚讲花莲没有老师都不来护理师也不来我们要解决教育的困境，解决医护的困境，我们就要让给赖清德教训，这个就是选举嘛，因为这场跟老师没关系嘛，跟医护没搞嘛没关系嘛所以我是觉得这些县市长表现的比较差啦，这就是来了县市长，但是这4位我觉得他们都表现得很好
好，这一次都达到他们想要的，那下面的支持者也都很开心。好，我对中岛一点嘛，啊，怪中有92、95、98嘛，怪这嘛，哦，就是各式各样都有。那最后比较经典就是有3位上场嘛，啊，3位上场，由右到左，右边那一位上来的时候，他太太还是女朋友推他上来的时候，还被曾丽文推了一把，没你的架头你都要动上去，真的啦，他就被推走了啦。我不知道那个就是第1位啊，第2位中间那一位啊。中间那一位就目光呆滞，他也不知道干嘛，反正就后来人家把他扶起来，就第3位比较清醒一点，第3位一直在看旁边2位在干嘛，然后后来就要卡起来，然后就站起来。那有人怪说他们3个为什么可以去仁爱医院，然后我后来有查，这几天仁爱医院的病房是有空位的，所以他们没有特权，虽然他们有预约，就说现在预约，郑丽武不是有预约吗？医院说，那一天我就到8点了，那你们8点就去仁爱医院啊，这个会安排。我不知道医院还可以预约，预约 KTV 可以，可是医院吗？他说不行，不行不行，他只能都是到急诊室看有没有位置，有位置就进急诊室，没有位置就对医院绝对不可以。但是我我查完了，仁爱医院刚好那一天有个位置啊，今天也都有位置，算蛮多，所以接下来如果各位要找病房的话，可能仁爱医院空床比较多哦，这个是公开资讯哦，这个也不能够跟人家讲人家什么特权哦。那像有一位住的那个房间看起来应该不是健保，那可是人家搞不好有保险哦，那个差额可以自己付，这也不能怪人家哦。所以不要讲人家有特权，只是仁爱医院啊，因为去的路径啊，算是要走这个信义路，因为它逆向嘛要绕一圈才能够进到仁爱医院。不过他们应该事先都有缜密的规划。因为还派了一台不是救护车了然后大家轮流上车，然后就载到那个现场有一位就早上就 po 文了或早上吃了炒面吃了炒面，吃了什么冰也吃了冰，都卤肉燥饭都有讲，所以他们恢复的还不错，中午还可以接受康仁俊访问，还可以侃侃而谈那一位就是昨天那一天坐在中间然后目光呆滞，也不知道该怎样，忽然间就醒了，然后就接受康仁俊的访问经过隔2天，隔2天，年轻就是好啦，年轻的体力恢复就是强啊。那至于说什么最后那个吃气球，那个没有那个安排在里头，应该是有啦，因为那种游戏民进党30多年来都玩那个嘛，我们30几年前就滚那个球了，吃那个球都有啦，那个时候也没有很特别，但是国民党立委什么时候离开？我跟你讲，党团运作是这样，就会发动员令嘛，大家几点集合穿白色衣服，后面委员就问一句，几点可以走？韩院长讲完就可以走了，确定要订高铁票，确定确定，韩院长讲完就可以走，因为礼拜6嘛，有时候高铁票比较难订了你要考量立委的行程像柯志恩要赶回高雄嘛，谢龙介要回台南嘛所以他们就要比较早走啦。这也不能怪他们，所以为什么主持人是台北市议员嘛？如果主持人是谢龙介，高铁刮北湖嘛？所以这个都是党团成员会问总召就会讲了嘛，总召就说韩院长讲完，大家就可以走了当然后面有人住台北的，像那个翁小玲他就留得比较晚。这个郑丽文上场的时候，往左边一看，萧旭成，你这不是负责中国的嘛？李全龙，还有背公，这是为什么没有其他人，就你们这几个？我还看到刘彩薇他是主持人，对，因为现在给几个大机的拿物件爱赌吧，为什么主持人手上还有一只照道理大家要抢那一只不是，那个是帮乾隆那个准备的，对，拿着，因为他讲话说他会是他直接吃到那个气球，所以他在后面，还没开始他就吃了，对，所以放炮，所以是不给他先拿，不是帮他先拿着，对，因为他就会旁边有几种，他一开始因为我们一般去参加活动白归白嘛，那最怕没有拿到那个要弄的那个动作嘛，就感觉那7只好像也不是。重点是原本那个气球是7个，那为什么是7个？就是6都再加上郑丽文。不是，他是我是人，我晚独台嘛。不是，我都一起讲。那就是有问题，我都一起讲。不过那个操作的顺序还蛮不错，没有人跳。就从最右边开始7个字，然后我们再看电视，7个字，一个字出现，这一趴安排的不错，这一趴算有成功，没有人放炮，先渡了去了
所以这一场我是觉得办得蛮成功的，好，那4位都能够尽情的表现，达到他们的诉求，但是什么事情都没有解决。因为蒋万安他照理应该是这样讲才对，他就说这一次这个厂商很恶劣，我们地方政府很认真的查，尤其台中很认真的查，结果你们中央还怎样，结果没办法，因为台中就是台中没有认真查啊，然后才有在，因为我们新北跟桃园都有查嘛，这个数字都有公布这些公开资讯，所以这一次就是因为卢秀燕的关系，如果这一次不是卢秀燕，这一场啊，那个奔放的程度就更好啊，就是因为畏畏缩缩，都只能讲政府，他们没办法明确的讲那个政府是谁，尤其蒋万安在讲政府的时候，我脑袋浮出来都是在讲卢秀燕，可是他讲的应该是后面那，然后那郑丽文我就觉得他也没道义，为什么？他是我学姐，然后就每次都没道义啊，他以前也常常去总统府前面抗议哪一次礼拜六、礼拜天你在抗议总统在的？以前你在民进党的时候，你在那边抗议，那个李总统会在里面吗？没啊，不会啊，就是总统礼拜六、礼拜天怎么会在总统府呢？就说这怎么不敢出来啦？什么怎样，还自己讲了一句上台没多久，讲没几个字，李博一在线讲，他就说有人绕跑了，谁绕跑了？对吧？他有讲绕跑嘛？结果一看，卢秀燕，蒋万安，都绕跑了。曾家我，萧旭成、李乾隆那主令他在讲那个绕跑的时候，我就看那个镜头有扫了一下，就没扫到卢秀燕跟蒋万安。因为卢秀燕应该已经在高铁上了，蒋万安应该是去看烟火了。不会，刚才讲的所有的这些，你在现场，那有哪一个地方有落差，或是刚刚来宾特别讲的，这4大天王是在个别苗头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整个活动结束以后，到底解决了些什么？是，第一个要先给我们易川委员一个 respect。他看得比蓝应该仔细，从头到尾细节真的是这个没有话说。我还一边看棒球一边看手画，对，这个没话说，这个的确这个至少就看到的过程，这个是没有争论的。但是我把时序跟大家报告一下，大概的时间点。我们活动是正式开始其实是6点，5点钟算是热场。那5点到5点半是热场完，然后5点半到6点中间有一些活动，包括一些舞龙舞狮等等的一些过程。6点钟正式开始，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的最早的第一场的活动，最一开始的活动，其实是委员们他们那边会要先上来，委员，大概在6点钟左右是要上来，然后6点上来完之后呢，接下来会有1个小时是给县市首长，因为我们大概有10位、11位左右县市首长要现场来支持，然后接下来才是到韩国瑜院长，然后在黄国昌主席以及郑丽文主席。6点上来完之后呢，接下来会有1个小时是给县市首长，因为我们大概有10位、11位左右县市首长要现场来支持，然后接下来才是到韩国瑜院长，然后在黄国昌主席以及郑丽文主席。郑丽文主席做最后的压轴，其实一开始就如此，因为党主席做最后的压轴，就整个活动做个 ending，其实本来就是如此，这很正常。那其实我们中间有些过程，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就有问一些县市首长们，就说因为时间真的比较长，因为从6点钟开始，等于如果要等到郑主席的话，可能是要连续站2个小时站在上面，这时间很长。然后所以就有一些可能他们一些幕僚就反映说，有些活动的问题，他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待这么久。对，因为还有包括立法委员，因为立法委员是从6点就已经开始陆续上来了，所以整个过程是比较长时间的站。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就跟他讲说，那如果首长们有状况，或者是委员们有一些行程要赶，就可以自行的做离开的动作。所以在最后韩国瑜院长讲完话之后，那时候其实应该是大家已经等到最后了，因为接下来你说毕竟是黄国昌主席，那黄国昌主席有他自己的民众党的那个所谓的不管县市议员的在他后面，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有
首长因为要跑行程就先离开。那当有首长离开的时候，可能其他立法委员，包括其他议员也就跟着离开，没有说是为了不想要跟郑丽文主席同台，所以他们故意提前离开的这种结果，实际上是没有的。其实我们是尊重他们的一些活动的状况，根据他们的情况来做他们自己的决定。因为这整个活动，老实说，从立法委员到县市首长，到韩国瑜院长，到黄国昌主席，到郑丽文主席，如果要全站的话，实际上真的是一个蛮长蛮长的时间。不会这个 round 的安排。会不会觉得，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这样安排，因为你叫如果国民党的所有县市首长跟立委在黄国昌讲话的时候站他后面也很怪，那为什么不能让白衣的人讲完话以后？因为再怎么说，韩国院长讲完，照刚才将军讲的那个经验，大家都知道国民党现在在人气各方面，好，你说当然蒋万安现在也是扶摇直上，可是韩院长人气一直不坠。大家都知道，如果他讲后面一点，人一定是不会散嘛，尤其那要选举的人，所以这个安排上，然后到最后就偏偏尴尬到就是郑丽文，就刚刚阿川讲的，郑丽文在讲的时候，然后旁边后面那些该站的，不管是县市首长、立委什么，但是你讲这些话，不会有人去跟党中央讲，你要跟报告主席。这个流程这样不太好，因为韩院长的人气比你高，人气比较高。没有，如果韩院长排在这里，恐怕都会走光哦。那主席你是往前一点点，我们让韩院长压走，然后郑丽文说：“哦，对哈，应该让韩院长压走。”黑不可以，不是，因为毕竟这个以党内状况一定是主席压走的啦。不是，我知道，但是你们这是韩国瑜讲完马上对嘛？就是韩国瑜讲完以后，就是郑丽文差个10分钟，对这个部分就是对不对？我了解到的是，为什么会中间多一个黄国昌主席的那个状况，是因为党中央觉得蓝白合的状况，所以特别尊重黄国昌主席，还是特别那样是要让那个县市首长跟立委可以先离开？没有，因为尊重，希望就是说尊重那个民众党的党主席，对，所以才会把他拉到最后一趴，而不是在民众党的立院党团讲完之后直接讲，所以把他拉到其实就仅次于郑丽文主席前一趴。有时候我们办活动会这样，就是政治人物因为有时候会有阿手比几分钟嘛，那中间会安排像以前安排五月天唱个歌啦，灭火器转场用的啦，所以黄国昌属于转场的那一种概念。他讲什么？这个我就不 respect 了。我这样一整天下来，没有人讲到黄国昌讲什么啊哈，因为那一段我们知道是黄国昌主席有后面他自己的民众党的人站。哦，对，就是我们现场。那你记得黄国昌讲什么？黄国昌讲什么？黄国昌还是讲很亢奋骂赖总统，这个主轴就这样子啊。对我有在听啊，对，因为我们要抓时间，所以其实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就知道，就是黄国昌主席上来的时候，他会有他自己民众党的人，所以那个时候会有县市首长离开，其实很正常。那当有县市首长离开的时候，不管是议员或者是委员，可能就会跟着下台，这样子也算是完整的给民众党一个空间了。对，那最后说刺激球那个部分，不是6都加郑丽文，不是。我们当时其实的确是有考虑过这个，但是因为县市首长我们没有强他一定要留下来，所以后来我们就已经改掉了，我们就是改成就是由立法委员以及党部的人士来做这个所谓最后抽气球的动作。所以他最后就是主席、副主席，然后委员，然后包括一些可能跟党部比较有关系的。那博弈两个重点，对，第一个是那4大天王每个人讲话都比以前还要慷慨激昂很多，是。那大家也会讲说，现场的所有的观众在谁上台的时候反应最热烈，那个也可以看得出来，在2028感觉上谁比较有人气。当然有很多人讲蒋万安在讲话的时候，那包括现场的回应啊或者什么，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不管是这一波他号召要上街头，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俨然某种程度算是蓝营共主了。有人就这样讲。另外就是那3只小鸡啊，就是上来那个过程啊。会不会在这整个活动里面，就是又很虚弱要人家参，然后当然今天还有接受人俊的访问的。那刚才你听那个阿川讲的那个过程，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你听得懂阿川讲的话的那个正向跟反向或是各项的意思。你要听得懂他的话的意思 ，OK？ 我说他们都表现得很好嘛，对啊，而且平手啊，好 ，OK， 没有谁。我赞成一传委员的想法。我先说好了，我们怎么来判定就他们分数高不高？一定是跟现场的回应嘛，当然很明确嘛，就是他讲话的时候现场如何。我必须要讲这4个，其实我在现场看的时候，因为那是最后的时间了，我们那时候有在发那个汽笛，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发。就是说我们在先爽开始，我们就开始陆续有发。OK， 对，所以不管是卢市长、蒋市长、韩院长还是主席，下面回应8喇叭那个声音，实际上都是非常强烈的。就说其实那个几乎整段
30分钟到40分钟都是完整的高潮，并没有说哪一位县首长他讲话的时候特别有反应，或谁讲话特别没反应，也没有说什么郑主席讲话之后好像有人离开，至少在我现在看到。对，我看到有新闻讲说什么，好像说郑主席讲话说删掉。我说真的我没看到，我讲句实话，真的没有。对，因为讲话的时候其实下面非常的热烈，按喇叭，或者是有一些站起来很亢奋。因为在最后面的时候，我们还有一段是把手机的那个灯打开，照那个天空，我有看到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你看那光就知道，去现场就真的就是没有问题，就是满满，并没有。蒋万安最近都特别激动哦。生气吧？对，真的生气，受不了了，东北调了，然后是南中东北调，然后讲到都已经破音破到不止万安市长生气啊，我们台北市的这个也出现这看板了，这不是政治看板哦，这也不是议员，也不是谁做的，就是针对毒油的事件，他可能想表达不满意，自发性的这个活动，所以我只能讲，对于毒油这个事件。说真的，你说中央跟地方有没有各自要负起的责任？我觉得一定都有。只是说从毒油爆发到现在，我们就拿之前鼎新油的例子到现在来做个对比。民进党对于马政府的态度，以及民进党现在对于赖政府的态度，有没有拿出一致的标准来做就好？其实这非常单纯嘛。包括今天，卫福部也公布了3个那个检查报告嘛，说到底是什么原因。重点是什么？它重点其实就建议业者要做好所有的管理。它重点是在这里。OK， 它并没有任何一项觉得是政府部门有状况，大家去看一下它的报告。所以这种只有地方盖牌，县市首长不认真检查，而中央完全没有盖牌的态度，我觉得现在是很多民众为什么会那么的不高兴？这一次的活动为什么？我不管说多少人也罢，我相信人不会算是少的。那这些人对于赖政府的不满，或者说对于食安的不满。是否应该真的被得到重视，而不是民进党的态度？这个活动为什么会发起？讲白了，就是民进党的发言人说，又不是我逼你吃的。这个活动为什么会发起？讲白了，就是民进党的发言人说，又不是我逼你吃的，毒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在结束完之后，民进党又有发言人讲，如闹剧般的游行终于结束了，把所有上街头的人认为这是场闹剧。OK， 这种态度到底是不是执政党该表达出来的态度？我觉得非常重要。食安的问题当然有很多需要处理的步骤跟方式，但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民众？我觉得反而是绿营包括赖政府最需要考量而且改善的地方。来，慧珍，那包括中央政府、赖政府，那面对这个毒油的态度，还有地方政府面对毒油的态度，你觉得是怎么样？包括厂商对面对这个毒油的态度又是怎么样？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在讲这个活动的，一定就要把那个绝食那几位，然后就一定都会摆在这边讲，因为在最后那个镜头画面里面，他们那个画面占了很重要的一个画面啊。对，第一个是说，我觉得3个年轻人，而且人家明明是4个，我都不知道另外那个有一个他先送一个先送一个，但是我的意思是，因为现场3个嘛，如果是我一定会说，哎，我撑到最后，我为什么我要在台上？对，为什么他被送走？后来有人跟我说，因为他之前讲错过话，就怕不是会不会不是医生说他那个对啦，当然是说身体比较太低这样子，太低了对。但是就是说，我是觉得推轮椅，然后在那个是有一点点让人家觉得。有点画蛇添足，好像不应该就是做这样的动作，因为这样会让人家对戏剧张力很强。可是，在这样的场合里面，你用有点戏剧张力，我觉得有时候反而坏了这个一个情况啊。第二个，其实呢。我想大家如果有长期在看，我们都知道，我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证交所为什么不叫那3个业者出来道歉，对不对？就后来果然终于出来道歉。那出来道歉之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认为这3家业者，你没有发现他跟中联油这个案子的立场？因为有人就直接问说，哎，那到底这个中联油把这一个所谓的热损率放宽10倍，然后就是那个原料采购的标准放宽10倍这件事情，你们知不知情啊什么的？就另外2家啊，除了泰山之外，另外2家有一点意思，就是说，哎，这个是中联油是一家独立的公司，他们独立运作。那泰山就是比较有点盖瓜承受。就这个记者会结束之后，你就会发现泰山的前后任总经理都被收押。所以什么？如果你是真的，这个活动叫做反毒油护食安哦，但是我觉得真正有讲到毒油跟食安的事情本身的事件是很少的，反而是就是在讲谁下台啊，谁下台。谁要不要下台？我觉得那没有问题。可是我们要先把源头搞清楚。那源头当然就是说，
现在这个厂商本身，你已经你不仅掩盖事实，你可能甚至是放宽所谓的这个原料采购的标准。那今天卫福部最新的报告出来是说，主要是3个环节出现问题，但是高风险的原料管理这件事情，也就是你放宽10倍，而且呢，其实呢，就是巴西的豆子是比较容易，因为它是可能含水量比较高，所以它原本在巴西的时候已经有所谓的烘焙过了，因为它传期又长，所以烘焙过之后本身它可能耗这个热损率已经过高，那这就是因为这个巴西豆热损率过高。你觉得如果是按照0.5%倍给，所以可能是不是因为这样才放宽？那这个巴西豆又是比较便宜的，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厂商应该是明知故犯。那天725的活动里面有针对厂商这一部分吗？没有啊，所以我也觉得很奇妙啊。我觉得为什么大家会轻轻的不去苛责厂商呢？还是因为厂商在前一天都3个人鞠躬道歉，这样就可以放过了？一定是不可能的，对吧？对啊，因为如果鞠躬道歉之后，后来那个泰山的前后任总经理就被压了，而且就是关键点在这里，就是说那。去买这个巴西豆的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今年2、3月的时候呢，就是中国跟美国妥协了，所以他们就开始改采美国豆，所以有大批好像几艘7艘还是10几艘的那个巴西豆的，本来要卖给中国的，全部都被砍单。那是不是在市场上开始丢出这些便宜的豆子？然后这一杯便宜的豆子是不是就是这一次出事的豆子？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应该要讲清楚的。可是我觉得最奇妙的一件事情是，当大家过程都不讲清楚，然后你只骂中央，它就会变成你其实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你也没有办法不让这一件事情再发生。好，另外一个，其实我个人也很生气的是什么？就是毒吹粉啊，就是那个新竹，新竹毒吹粉的事情，有人出来讲话吗？那你们国民党是不是要绕一批人去新竹那个市政府前面抗议？他是5月底。而且是台南市政府验出毒吹粉，告诉新竹市政府，新竹市政府6月3号验出来，然后又6月4号也没有对外讲，然后后来6月8号还几号2度再验出来，大家都没有对外讲哦，然后再来是到了7月18号才对外讲，然后已经大概回收的只有18%。现在被人家发现有34所学校都曾经跟他叫过货，所以这些毒吹粉是不是变成都学生吃了？所以现在就变成而且新竹市政府更妙，到目前为止也没移送法办，然后也没讲说这个甲醛，这验出多少量都没有讲，什么都没有讲。那为什么国民党不针对这件事情去找新竹市政府？不要忘记，新竹市是我们的护国神山的所在地啊，我们的竹科都在那里啊，我们的工程师很重要啊，你看来那工程师讨喜那什么弄啊？怎么没有？而且未来这些小孩子，这些都是精英的小孩啊，而且都是很优秀，未来每一个小孩子都是我们未来精英的，都未来我们的栋梁啊。但是你怎么可以到目前为止都不讲话嘞？而且新竹市政府盖牌盖了快要2个月，到目前到现在都还没有移送法办。然后呢，他们的一个这个什么米粉工会的一个荣誉的顾问就出来讲，就说。这个应该不会用甲醛来漂白，这是熊要求了，穿戴起应该不啷个。但他们也是说，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希望赶快讲出来，不然这样会引起大家恐慌嘛。那我就觉得新竹市政府也很有趣，去年有那一个花生酱被发现有那个黄曲毒素，结果是桃园验出来的。那这一次有这个毒水粉是台南验出来，不然你们新竹市政府到底在干嘛？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这个我们的整个没有这竹科，大家对于都知道嘛，就是所得也特别高啊。照理说，对于健康安全这件事情要求特别高啊，怎么偏偏对于这个新竹市政府，你都每天吃毒，你的小孩子也都吃到毒，结果好像大家也不生气，然后支持盖牌。那现在之前最先开记者会的是谁？是时代力量的议员。那今天才有那个民进党的，所以我就觉得台湾人到底是在意毒还是不在意毒，还是我们是吃毒油不行，但是吃毒米粉可以？所以我觉得不要双标。如果说真的大家觉得这个毒油没有办法接受，食安很重要，麻烦是不是看哪一个政党，还是大家一起来去到，因为反正高虹安是不是没有党籍嘛，大家对不对？去来一趟，怎么可以新竹市政府在我们护国神山的根据地
去毒害这些护国神山群，实在是没有办法容忍。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所有毒的东西大家一定都没有办法接受，只是当政治摆进去以后，每个人的氛围上面或选择性可能就会不一样，是这样吗？当然，这整件事情一路往下来，将军2件事，第一个，有人说蒋万安一战封王，甚或在2028他会不会独占鳌头？甚或还有人做了民调，对，那他是不是在4大天王里面排最前面？那可是好，除了这件事以外，为什么会再讲到刚刚那个绝食抗议的那一段？如果资讯有误，那可能他们自己要去针对有误的媒体上面说前一个晚上有说有效的，这个资讯不知道有没有误啊？除非是这个资讯有误。对，或者这个资讯有没有错误？应该是说前一天晚上，对，好像就是大家聊天还蛮开心，就是有这样子的互动的一个过程。或者这个资讯有没有错误？应该是说前一天晚上，对，好像就是大家聊天还蛮开心，就是有这样子的互动的一个过程。有没有我们是不知道，是不是前一天看起来，因为起码有这个照片出来了。不，我的意思说，如果要是媒体的资讯有误，他们应该要很强烈的抗议，因为这对他们用角色方式要去表达来讲的话，对。但是目前我没看到他们有针对这件事情有什么。因为有台有在那边架了摄影机，有24小时一直在直播。如果前一天晚上有说有效，当然因为我们不是学医的，我不知道人的身体到各方面会不会突然坠崖式的这样。那到了第二天，你看到在场合上面的那个样。会让他们的很多支持者会心疼，但这件事情不是要看蓝营的支持者，尤其深蓝，或绿营的支持者，尤其深绿。你要看是一般老百姓，如果把这些资讯全部都摆在一起，他会怎么看？不要说是中间选民啦，就连蓝营深蓝的选民，你相信他们3个年轻人饿到腿软，无法走路吗？不要说中间了，深蓝的。将军，你不是有很多朋友是啊，对啊，又是军系，又是深蓝的，对，那天去的军系居多啊，对啊，因为军系去的最喜欢举个大旗子，就告诉我是空军的，我是陆军，我是海军，那一定要。那你问问他们，你觉得他们3个人是真的吗？还是演的？都小声一点，演的啦。怎么？第2天送医，然后2天后就可以去接受人俊的访问，不容易啦。不容易。所以说这个演的成分居多啦，况且前面因为有台有24小时的直播嘛，那个从健壮到衰弱到无法走路，那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他在前面1天还好好的啊，还谈笑风生吗？你肚子饿了可以谈笑风生，3餐不吃饭不要久，3餐24小时不吃饭，你就会不舒服。他们是多少？好几天吧。对不对？好几天，100多小时，1个礼拜，一个礼拜嘛，1个星期不吃饭，天哪，那会饿出人命呢。那会饿出人会昏倒哎。所以如果说要不是他们又年轻，对不对？年轻底子好，要不然就是对，那就是人家讲演的嘛。那我要告诉大家，其实这一场活动哈，像博弈这张我看了，就是毒油又不是我逼你吃的。我告诉你，如果知道有毒，你逼我都不吃啊。你不要说你逼我都不吃，告诉我说吃了这会得癌症，你会吃？你绝对不吃，就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我吃下去了。不要说是别人了，我们可能都吃过。光是那个饭团，我中午最喜欢吃饭团，我不知道吃了多少个了。那状况在于卢秀燕市长，她在之前我就讲了一个铿锵有力的3不施压。我觉得这个如果3不施压，他25号在台上公布出来是谁施压的，我告诉你，一枪中弹，非下台不可。不止卫福部部长要下台，连行政院长要下台。哪3不？我跟第一个，他说中央要求地方不要查厂，不要查厂，不要公布产品流向，不要下架问题油品。这3不，请问卢秀燕市长是谁叫你做的？是哪一个中央的公务员要求你台中市政府的卫生局？是谁要求谁的？要不要公布？这是卢秀燕市长公开说的啊。他说：“你这么政府多么可恶，对，可恶啊，非常可恶啊！到底是谁？这是事实的话，一定有记录嘛。中央要求地方不要查厂，
要求地方不要公布产品流向，要求地方不要下架问题油品。这也很严重这是严重的指控如果卢秀燕25号在台上直接把这3部下达指令的人或是单位公布，行政院长不下台都难。不下台都难，为什么？如果真的有这一件事情要求你什么不准公布、不准查厂、不准要求下架，这就是在叫我们吃毒油。可是有没有谁？你也不讲，到现在为止你又不讲，问你都谢谢，问你都闪躲，那你这不是造谣吗？你这个台中市长不是造谣吗？所以你没有把问题的症结讲出来，所以才会造成你看25号这么大一场，这个是游行以前就做的。台湾励志协会做的一个民众认为2028的政治人物谁最适合代表国民党参选？那这里面当然不会有黄国昌，也不会有柯文哲，因为是国民党第一个是谁？30%支持蒋万安，蒋万安比卢秀燕、韩国瑜还多第二是22.7%的卢秀燕，第三是19%的韩国瑜，然后郑丽文只有4.9%，姑且算5%好了。那大家可以看到，蒋万安在所有国民党人的心中，他是2028最佳人选。所以我之前在节目就揭露一件事，就是为什么蒋万安会突然间由柔和变刚烈？有人用战狼形容，对，就变得非常刚烈。从蒋万安嘴巴里面讲出我东北屌，各位你想象得到吗？蒋万安口中讲出我东北屌不太容易，不太容易，因为蒋万安是个文雅人嘛，是个知书达理的这个形象派的人，他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我不是说东北屌不好，蒋万安嘴巴讲出来违和感，为什么？因为这个，蒋万安被国民党人认为他是2028有可能会赢的人。你派卢秀燕，其实我讲嘛，卢秀燕本来是一手好牌，从她不选国民党主席到这次的这个所谓的毒油事件，她的处理荒腔走板，荒唐无比。你讲出了那个所谓的3部施压，你也讲不出来是谁，那等于是你在造谣。然后呢，你上凯道怎么不会是卢秀燕跳出来嘞？你说没有，因为是卢秀燕是破口才要跳出来啊，是破口才要跳出来啊，他也不敢跳出来。然后上了台之后，他也没有跟郑丽文最后站到最后，所以卢秀燕的总统之路是被他自己给走绝的。那可是走绝了以后，难道蒋万安2028不出来选，要让给郑丽文吗？还是要让给韩国瑜？韩国瑜看来当行政院、当立法院长当得蛮开心的啊。我觉得韩国瑜，从我认识韩国瑜这个政治人物开始到现在为止，他当立法院长是他最开心的一段时间，比他当高雄市长还开心。所以他当得很好啊，他可以继续当啊，他何必去选总统？而且他选总统，家人不一定挺他。可是蒋万安周边的人就是告诉他，你不要想什么市长魔咒，什么代职参选魔咒，那是别人，那是朱立伦，那是侯友宜。那不是你，那是韩国瑜，那不是你，你是蒋万安你知道吗？你是真命天子是蒋万安你2028一定要出来选谁我真的听到很多，我真的听到很多。国民党内一定会有这样的声音，我听到很多，一定会有这样的声音所以蒋万安因为这样而改变。你觉得蒋万安他的改变是因为真的在帮未来总统路在铺排？不是，他在实现国民党政党轮替的梦想。就是2028对2028，如果蒋万安不跳出来，国民党很多人认为。这个2028已经直接寡妇死儿子，不用谈了，没了。蒋万安是燃死他们最后的一线生机，所以蒋万安才会变嘛。所以你看，蒋万安今年他选2026的市长，本来是说句实话，对他来讲压力不大。他何必把整个地方选举拉到中央的对抗？他现在简直就是跟赖清德翻脸了。直接跟赖清德翻脸。他为什么要跟赖清德翻脸？他选的是台北市长，又不是选总统。他就是要提前把2028的那个气势拉到2026开始延长。将军刚这一段，不会要不要简单回想？那对于蒋万安，因为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跟他也是这样子。可是国民党里面也不乏有人讲说忍吧，有需要这样吗？现在能到底怎么？而且蒋万安最近的动作真的非常大。我老实说，万安市长其实不是最近，他从其中前阵子开始，他讲话就开始变得比较强硬，不是现在还开始比较强硬，对，比较强硬。那毒油的事件，我相信一定有感，所以他也强硬。那党内没有错，的确是有人觉得万安市长是不是要直接2028直接挑战赖清德，但是就我所听到的，或者我所了解到的，目前应该不会做这个动作，因为对市长而言，万安市长而言，他还是觉得把他的这个
整个完整的第2任的市长的这个任期做到满、做到好，我相信是他目前的考量啦。所以我也很感谢很多朋友觉得，万安市长2028因为很强就要出来，但我觉得不需要这么去赶着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不是哪一个想出来就能出来。我讲过了，选举是民众愿不愿意让他出来，愿不愿意把票给他的，不是万安市长要出来就出来，不是卢市长要出来就出来，是那个时候到底谁的气势最好，而且最适合。万一一天到晚出现像这样的民调呢？这个民调我老讲，我说如果一天到晚出现蒋万安都是最前面第1名，然后这些那怎么办？我个人觉得还是不会。这里面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比这个还要强烈的政治人物的好感度，蒋万安目前49%，赖清德45%，卢秀燕以后就不用谈了，所以唯一能够压过赖清德是蒋万安哦。那当年韩国瑜刚刚选上高雄市长的时候，不是人家劝他说，你那沉住气，先不要拼这一次2020，沉住气。可是到时候形势比人强，当他被像这样子的民调不断的出来，把蒋万安跟韩国瑜当年一样推到那个浪的尖头的时候，守不住的。所以我就讲嘛，当时韩国院长也是同样的状况嘛，结果是怎样？就讲白是如此。所以党内的确是有人希望万安市长，也许2028可以出来选，但是至少我听到的大部分的还是觉得不需要这么急的就在2028，因为毕竟把台北市完整的做完，接下来不管是到中央，或者是说我说党中央啦，党中央，党中央，不是党中央，对，党中央或者怎样，对于整个接下来的20所谓32是更有把握，或者是一个更完整的，不会被大家所诟病的问题。不能讲2032了，因为讲2032就表示2028这一仗会输啊。不是现在讲2032，对，不，我说我们党内的未来，对，未来就是他接下来的选举，就如果真的有状况的话，那也是到后面，而不会是在2028直接就没有。这也是我要补充的一个重点啦，就是如果2028国民党派出卢秀燕或是郑丽文赢了的话，蒋万安不就没了？那不急啊。因为万安市长真的够年轻，我就说真的，绝对不是够年轻。他下一步当过台北市长，还能去当什么？党中央很多位置啊，对不对？行政院长是消耗品啊，还有很多党中央的位置可以做嘛。党中央的每一位我们党主席都想出来选总统嘛。未来很多位置，很多位置。北辰将军刚刚讲的是有点类似，有人讲说当初2004年内战的马英九的角色，是在未来万一要是什么状况会怎么样？但范老师来，政治学教授每次讲到这样，第一个。讲完这一仗打完以后，接下来马上就喊，他那时候以前就喊过倒戈哦，他今天再喊一次倒戈哦，意思就是我一个活动已经把国民党的人拉上街头了，展现我的实力了，接下来我就要展现在党团的实力，包括蓝白合之下倒戈这件事情的实力，让你们大家看。那蒋万安为什么要再喊一次？真的是要叫把他的浪一波一波往上推吗？但是再换一个角度，郑丽文你也很难讲。范老师，那媒体上2028总统选举，郑丽文是这样说的：人选不设限和保留弹性，但一般比较少这样回法。卢秀燕、韩国瑜、蒋万安和我都有可能。但一般比较少这样回法。卢秀燕、韩国瑜、蒋万安和我都有可能。一般的回法一定是国民党里面战将如林，我们到时候一定会派出最有希望赢的人，然后拿回中央执政权，一定这样讲吧？大概应该10个有9个半主席是这样讲。从吴敦义到这个朱立伦都是这样，我是总教练，我是造王者，没有我。可是不管怎么样，就算我希望也能下场踢球或打球。我也不会直接把4个人的名字点出来，所以他为什么是我的女神呢？我为什么会担心他出来选总统啊？真的吗？就是国民党传统的那种方法，我们不会怕啊。就像郑丽文这种民进党出身的，敢讲真话啊。然后这样就不会演自己也是其中一个。对，这次游行又自己付1000万，其他人都不用付，我来付就好了。这种才可怕。所以刚刚讲说，像这个，如果蒋万安不选这个。我们是有点失望，但是如果是这个郑丽文的话，我们就真的很担心了。好，那知道大家怎么选择了，好不好？你从我们讲的话，之后大家就知道该怎么选择了，对，好不好？范老师是不是很少有这样讲吧？这个是当天的非常经典的一幕啊，龙抬头了，全代会这个这全代会啊，龙抬头了哈。这表示就是这个，不过我看每个人拿一个奖干嘛？这是划龙舟嘛？对啊，龙舟共济，对，寿奖。端午节不是已经过了吗？同舟共济啊！现在还在吃肉粽啊！不然这个龙刚好在郑丽文的后面嘛，
所以你就看嘛，这一幕就很清楚的嘛。哦，曾丽文对不对？这个龙的传人呐，对不对啊？未来就是选总统了啦哈，他现在也不客气了啦。啊，蒋万安现在已经不管市政了啦，还不止管国政，现在管到县政。他说我们要怎么要解散国会嘛，倒阁嘛，这个宪政问题了嘛，提高他的位阶了嘛哈。但是我是觉得啦，他还是应该多关心市政啊。不过我就觉得蒋万安那天昨天礼拜六的时候说，我受够啦。动不掉啊！讲的话，那个快破音了，闭塞了，都声音都闭塞，对，那我问你啊，前年的宝林茶室6位市民不幸往生啊，29位受伤啊，那难道我们就动没掉了吗？如果目前这个毒油事情，请问有人不幸往生吗？没有吧？有人受伤没有吧？如果这样都要动没掉，都受够了，那我问你，那宝林茶室要怎样？那我们要怎么样表达我们的情绪呢？所以我觉得蒋万安现在他那天礼拜五上赵少康节目说不去上凯道就烂命一条啊。但我觉得他的讲话非常的激烈。但是这个讲话法是在媒体上面会是最容易下标的，或者是最容易被大家变成目光的焦点哦。对我觉得蒋万安现在我实在搞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激烈。然后在市议会跟简舒培跟这些市议员根本就已经撕破脸了嘛，水火不容了。好像你未来你4年的市长你怎么办？然后你不进议会吗？而且你现在本来一般的县市长都是跟议会在保持好关系嘛，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嘛。你看这个蒋万安过去也是这样啊，你像侯友宜也是这样啊，张善政是这样嘛，不要制造冲突嘛。蒋万安现在不是他已经跟民进党的关系是从那个人民内部矛盾，以前我们共产党到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用沟通协调的，变成什么敌我矛盾，要不然就是斗争嘛，就你死我活嘛，他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然后他现在直接就是要这个赖清德道歉，然后要卓荣泰下台，那就表示他未来4年不会去参加行政院月会了嘛，不然或者你怎么遇到卓荣泰多尴尬？为什么会搞成这样鱼死网破？我觉得他就是要把白营的票拉过来，他就是要成为反对民进党、反对赖清德的第一品牌。因为他上一次3年前他拿到的是57万票，对，黄珊珊拿到是34万票，他拿到的是42%的选票，黄珊珊是25%。如果他能够把这把34万选票拉进来，他就是拿到91万票哦。91万票拿到67%的选票，是史无前例的。拿到67%，就是如果他加黄珊珊，就是67啊。我知道，人家来宾都钟小平最多算到57，就已经觉得那已经是高到不行那个票数。你如果2个加起来67%，他这个会超过台北市市长民选以来最高票。因为2002年是马英九是87嘛，他如果拿到91就第一名了嘛。马英九只拿到64%，他如果拿到67%，那根本不得了。所以我觉得他要累积这个，他成为蓝白共主，然后未来他如果拿这个票，他进可攻退可守啊。如果2028，我认为他当然不会出来选。可如果到时候民调做出来，郑丽文也好，卢秀燕都赢不了赖清德，他就没办法，他一定得上去嘛。党员就会说你民调最高嘛，把你纳入民调里面嘛。所以我觉得蒋万安他是这样子，大家觉得他有点糟践，但是我觉得他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就在，但是我要讲的是政治永远不是数学，政治是化学，1+1一定不会等于2嘛。就像大家看嘛，2000年的时候阿扁三哈都阿扁这个当时这个连战还有宋楚瑜三哈都。对不对？阿扁当选了，当时连战跟宋楚瑜讲了，我们只要一合，我们一定怎么样都碾压阿扁嘛。后来没有啊，2004年还是阿扁当选了。就我讲的是蒋万安打这个如意算盘，会不会如他所想的把黄珊珊的票拉进来？我觉得未必啊。那我要讲的就是礼拜六这个活动其实是一个蛮有意思，它是一个史无前例、流动性最高的一场造势。什么叫流动性最高？流动性就是人来人走来走去啊。因为6点开始8点要结束啊，很多人7点钟就要去坐车了嘛，所以你看嘛，很多人一进场没多久就走出去嘛，所以人来流来流去嘛。那有些人更好笑，因为他们的浏览车是停在中正纪念堂嘛，很多人就索性就不进场。反正6点多大家都坐在那个仁爱路还有信义路那个马路旁边啊，坐一整排这么吃便当嘛。因为小时候进去，等他走出来多累，那么热会流汗嘛，就索性坐在那边坐一大排。所以我是觉得。这一场活动当然对国民党的士气有没有提升，绝对有。但是我觉得它就是去年726大罢免后的延续。就是
我们知道去年国民党办了一个活动，就蓝白办叫426，大家还记得吗？就反绿共、战独裁。当时2大诉求就是要赖清德收回大罢免，第二就是要释放柯文哲，因为这柯文哲被羁押嘛。那时候黄国昌也去啦，朱立伦也去啦，韩国瑜也去啦，卢秀燕也去啦。那个时候他们是站在一种是恐惧，因为罢免的声量从去年2月开始嘛，本来第一阶段过了，过了，第二阶段又过了。所以那个场次实际上是整个国民党，还有就是加上民进党，再加上民众党的那种义愤填膺，因为柯文哲被羁押了嘛，然后国民党的恐惧跟担忧，然后看到大罢免潮的那种声势如摧枯拉朽，可是后来没过嘛，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就是去年726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国民党的支持者把那股鸟气，就去年大罢免的那种恐惧跟忧虑，这次做了一次的大释放，所以你看来人都什么样？就是军公教嘛，退休军公教嘛，最多嘛，然后不然就动员。那你看那个礼拜六那个场面，在凯道的人，跟同一时期在大稻埕在放烟火的人啊，是2种完全不同的族群呢。那边凯道的都是一些年纪大的，而年轻人都跑去看烟火了，所以就是表示这个活动其实它就是一个基本盘，就是蓝营的一个同温层的一个蓄积。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个东西到底对国民党来讲，我认为是短多，但是长空。为什么长空？因为我要讲就是说，这个事情绿营一定会紧张，绿营会担心，因为看到那真的人真的看起来是不少嘛，可是国民党的动员能力还是存在的。但是呢，还有是什么？就是真的啦，我觉得这是谁受益最大，就那4个绝食的嘛，对不对？这我们讲绝食是一般是有很崇高的政治理想嘛，我们叫他们叫人格者嘛，这4位人格者。对不对？未来呢，杨思斗就可以打的台湾甘地，我是台湾甘地啊。陈冠安就可以打说我是台湾曼德拉啊。然后这个何元凯就可以说我是台湾翁山书记哦，每个都穿着戴个帽子，我是翁山书记，对不对？因为你不公平啊。还有一个你没讲，还有一个是谁啊？还有一个赖任，台湾的林义雄啊，这样子啊，这样可以吗？陈冠安没有参加了啊，陈冠安从来没有参加。好，他的名单拿掉啊，你的不是他们本来4个，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要讲他的名字，你要帮他们宣传。对啊，你是怎么制？因为我要制造蓝营内部的纷乱嘛，因为他们几个人知名度迅速提高，全国知名度还有24小时的直播，他们这辈子什么时候登过这么样的一个高光？你把那4个人的名字再讲一遍，你不要看。记不起来，或者记得赖任啊，你要知道还是好了。但是他们现在本来是蓝营人要担心呢，他们的票如果冲高了，因为我们是4亿元是大选区制嘛，会造成其他蓝营的人，他们反而其他候选人会担心啊，你就变成大吸票机，我们票被吸走了。所以他们这4个真的啦，这也是也像这个我们的蒋万安一样稳赚不赔。不过这整件事情，任俊很简单讲一下，蒋万安喊出烂命一条这种说法，你想象不出来他以前会讲。对。阿川刚讲一下，因为民进党的出身，民进党是那时候在街头运动，然后包括那时候威严时代，然后街头运动出身嘛，所以阿川讲说他最怕的是来自民进党的郑丽文，因为他知道，所以他的郑丽文自己说，经过了全代会跟上凯道这一次以后，国民党已经从羊群变变狮群了，也就是以前的国民党，我也不知道那些主席是怎么带的，反正都是个羊群。结果这时候开始变狮群，显然这个会激励到蒋万安吗？蒋万安讲，如果你把这些带成狮群，那我怎么可能？因为国民党传统以前叫宫廷政治。对。郑丽文自己说，经过了全代会跟上凯道这一次以后，国民党已经从羊群变狮群了。也就是以前的国民党，我也不知道那些主席是怎么带的，反正都是个羊群。结果这时候开始变狮群。显然这个会激励到蒋万安吗？蒋万安讲，如果你把这些带成狮群，那我怎么可能？因为国民党传统以前叫宫廷政治，所以这些年轻人当然不会搞这一套。但是总是不同于当时民进党出身那些，所以蒋万安现在是要从头到尾脱胎换骨。完全不同的打法，连烂命一条都喊出来。以前的国民党比较多的话叫做棒塔出头鸟嘛，谁敢率先表态谁就这个真的被打嘛。但是现在国民党，我不认为什么棒塔出头鸟这件事情还存在，因为你不出头，你不表态意愿，别人嘎加的 take 啊。我不会去小看说他这一次的这个抗议活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刚刚比如说年轻人他在大稻埕，
但他在大稻埕就代表他不支持国民党吗？我不觉得，那是活动上的取向。因为他喜欢看烟火，对嘛？我就觉得那热闹嘛啊。那所以我说，我刚才善意提醒说，这个8月1号，我相信国民党会继续这一次。没讲8月1号这件事，你漏了这趴，我回一下，没关系。那你8月1号是谁办的？是一个民间团体办的，不是你们办的，对，不是我们办的。可是媒体写起来都好像都是你们要在，对，它是一个民间团体，还有很多的包括什么生命全平等协会啦、中华人民协会，还有基督教联盟等等组成的一个联盟，然后请我们国民党呼吁我们国民党看可不可以跟他们。你们是响应？对，所以我们才一起开记者会，并不是我们特别。所以也没有，目前既然这样看起来，国民党那一天大概不会太踊跃了啊，因为也不会动员啦，不会怎么样。目前看起来还没有了，目前看起来没有。那就让民间活动自己去办啊。但我回来谈一下蒋万安啊，蒋万安其实在做一个草莽式的语言。其实老实讲，我对于博弈刚刚讲的那一段话，就他评论说蒋万安2028，那个其实就是传统国民党旧的思维，叫做棒打出头鸟，他不需要在这个时候。可是讲这个魔咒早就被打开了。我其实觉得把蒋万安拿去跟韩国瑜做类比，跟当年的韩国瑜是不对的。韩国瑜是东尼是因为自己想要矮呢。那个时候是蔡英文2任结束要下来了，换赖清德，民进党要换一个也要上去争。韩国瑜那时候想说，对吧？啊，没有，是第一连任，小英连任，小英是连任嘛？对。然后因为2018国民党韩国瑜大胜，对大胜。然后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韩国瑜他是自己想要往前冲，可是那个时候的国民党的氛围其实还没有达到，就对韩国瑜个人有崇拜，对韩国瑜个人有憧憬。可是党中央对那一块是有疑虑的，所以才会有当年韩国瑜要冲要干嘛的。党中央那时候吴敦义嘛，吴敦义个人自己有些什么东西。郑丽文现在也在吸取教训啊。那个时候吴敦义只有传出一句话：“我都当过副总统啊，然后为什么这个不能，这个不能的？”郑丽文现在直接把自己放到梯队里面。你认为现在对于所有人来讲，郑丽文点名这几个人，在郑丽文眼中，这些人难道不是竞争对手吗？当然是啊。以前的讲法都是什么？我做党主席，我最好的。为什么吴伯雄上台会让大家觉得这么的振奋？因为吴伯雄当年做党主席的时候，他就讲了，他就做我做啥？我做堂哥嘛，我没有要选嘛，所以我就是尽力去帮忙扶。可是他不是啊。你说现在的蒋万安，他很清楚的知道啊。我蒋万安现在有什么魔咒，是我必须被困在台北市长连任，必须要做完。我没有否认他要做连任嘛。韩国瑜当年是刚选上他就去了，他是因为心太大。可是对于蒋万安来讲，他不是心大不大的问题啊，他只要一连任完了之后，2个人帮他破了魔咒啊。那个禁箍已经被拿掉了，一个就是韩国瑜，另外一个就是侯友宜啊。对于蒋万安来讲，他现在为什么要用那个草莽的语言？我们讲很实际的话，请问蒋万安现在挑战的议题是他能主导的吗？他其实没有主导权倒阁上一次喊的时候，国民党立委直接封杀掉上一次喊全国性的议题叫做废监院，是郑丽文封杀他蒋万安现在在冲撞的，难道只是说我要做蓝白的共主？没有，我其实觉得他在测试国民党内现在对于蒋万安的观感是什么。你们前2次可以这样对我，这次我把所有的兵马沉在后面，让你们看一下。当我再喊的时候，如果你们还这样对我，那就不要怪我用兵谏的意思。你用冷饭热炒的这件事情，现在对蒋万安来讲，他也觉得时事不一样。我虽然他今天讲说这个，老实讲啊，你要倒阁，问题是在今天立法院里面愿不愿意啊？有人开始放一些风向啊。好，蒋万安自己也说啊，他说有一些什么国民党内的立委啦，也表达这一种啊，但他们是用选举上面做的。可是我就讲，蒋万安现在何尝不是在冲撞国民党内？当我现在在喊倒阁，上一次是郑丽文很快的回了一句，我们现在没有要废监察院，不是我们一贯的主张。那现在倒阁呢？如果今天郑丽文也在台上喊什么赖清德，不管你下台啦还是道歉啦，卓荣泰要下台，最少卓荣泰下台是你们一直喊到最后都是这样。蒋万安现在取得一个正当性你们都喊他下台，难道你要等他4年后，等赖清德高兴，等2年赖清德叫他下台吗？还是我现在喊？不，如果之前是当蒋万安再喊再提一次倒阁，因为大家讲就蓝白阵营在立法院是多数嘛。那这整件事他为什么在这时候要喊这个？他这样喊的国民党没有任何反应嘛。那他倒阁他就是要叫卓荣泰下台啊。
那问题是你叫总统太下台啊，总统就解散国会啊。这个逻辑不是很简单吗？那解散国会，你说全面要全部重选一遍，大家算一算了，全部重选一遍，你觉得民进党会不想要吗？不然现在立法院我们就是少数啊。反正是少数啊，反正就跟你拼一次嘛。搞不好拼了我们过半呢。所以对国民党，当然对现在的这些立委们来说，尤其是不分区立委，国民党家不分区立委后摆你都无啊嘛，你基本上我郑丽文提名啊，而且没有，所以这些人也不会支持啊。所以你看他讲完之后，没有人有任何的反应。那我觉得这个蒋万安讲完这一些，他应该也知道世态炎凉啊。今天啦，就是没人听伊啦。台北市的国民党的立委嘛，没人听伊啊。牵扯到自身利益的时候，因为你要提早选了啊。这一批的立委，应该2024选一道，啊2025搁去用罢免一道，啊即摆若今年搁要提早选，这3年选3道呢，2024、2025会罢完罢免嘛一道嘛，啊今年若搁要一道，现在喊倒阁，你现在喊倒阁8月就倒了。8月一倒，可能2、3、4个月多，你得就会算嘛，专台湾就一起选，就会算嘛，会11合1，哇，议员跟立委一起选，刚好总预算如果给他倒阁，总预算刚好又撤回，再重送一次啊，刚好够没省预算。你看数学上算一算，起码民进党是少数啊，那搞不好拼这一把，反正民众党就没了嘛，民众党那80几个不见了，8除以2 4加4，我们还有机会，我们只要翻个几席我们就赢了。所以蒋万安，你不是讲你动不掉，你没动头，你要继续动。你这个事情你要坚持，就是说倒阁这个事情你要坚持，不要每次喊一喊，弄剩一支嘴，40岁啊，有当时讲话要准绳，那剩一支嘴，倒阁啊没有，那就算了，袂使安尼啦，好不好？就是要坚持下去。你不是讲你动不掉，你没动头，你要继续动。你这个事情你要坚持，就是说倒阁这个事情你要坚持，不要每次喊一喊，弄剩一支嘴，40岁啊，有当时讲话要准绳，那剩一支嘴，倒阁啊没有，那就算了。袂使安尼啦，好不好？就是要坚持下去。我觉得其实蒋万安最近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好像人设有点改变，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然后但是打的不是自己的战场，因为我觉得那个之前一连串，包括最近现在越来越火热的这个幼儿园的事件，大家事实上是会发现说蒋万安好像在这个治理台北市上有很多的问号，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不理解的地方，然后呢，在他自己的战场里面，我觉得他防备的很辛苦。所以他现在是越级打怪，创造了另外一个战场，然后在那个战场呢，他就是攻击者，因为在那个战场，反正都不是他执政，也不关他的事嘛，甚至不是他能力能解决的事情。可是这样才好，因为他就变成是稳赚不赔，反正我赚了一个声量，然后呢让大家无懈可击，然后又看出我的魄力，然后又成功的转移到焦点。但是事实上呢，台北市民就想说，你可以来演一下我们的台北市长吗？我们的这个幼儿园现在发现说已经有13个小朋友，都有可能有面临到这个状况。所以为什么蒋万安最近要变这样？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原因是为了要转移市长的这个被攻击情况。博弈要不要回应一下转移市政，尤其像那个虐童幼儿园的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是这2天蓝营一直有人在喊那个莱尔校长的那个制作人，然后你们一直在说被查水表，为什么？我第一个先说，没有什么好转移的啦。选举2026很快就到了，该要负的责任，该要做好的所有的报告跟检讨，市民都在看，所以不会因为什么事件，然后利用它，然后好像民众就会忘记重要的事情。我觉得不会做这个事情，万安市长也不会做这种决策，因为这只是短暂感觉好像没事，但是选举到了后期，绿营一定要拿出来攻击的，这不用看的，所以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幼儿的安全绝对是不容打折，这是不用看的。OK， 那就讲到关于这个查水表的事情。这个我觉得真的比较特殊啦。我觉得这个案子分2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先讲法律层面，这非常重要，法律层面，因为针对这个反毒油的影片，绿营的重点现在就是说声音像赖总统嘛，对不对？那如果第一个，我觉得在法律上，如果检调认为声音像算违法，那你就依法来处置，本来就是依法来做。但目前好像
关于警察刑事局那边是没有强制下架，他好像说他只是去问而已，没有下架他。那绿营的人又提到了说相关的东西，这影片可能有伪造文书罪。那我不是读法律，我不敢说到底是不是符合伪造文书罪，但他没有提到是公诉，对不对？那如果是公诉的话，那我们就看检调接下来怎么处理这个案子，到底有没有犯法，那就根据法源依据来做最后的评断。我觉得这没有任何的问题，依法论法。第二个，我觉得反而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观感问题，这一定有所谓的观感问题。这整个案子，我先讲一下，当时就是这个影片的创造人就是这个韦纯佑嘛，他讲大概的过程他说那个远景到他家里去的时候说客气，远景是客气的啊，问他在不在，然后问了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影片是不是韦纯佑做的，第二个是说有人说来问他要不要下架影片，这样请问一下，结果嘞，这不用去浪费时间的东西嘛，影片当然是他做的。第二个。他讲非常清楚，影片没有讲到赖清德，也没讲到民进党，他干嘛要下架？然后远景很有礼貌的就走开了。所以代表整个远景去询问的过程只有3个事情。第一个，辛苦了基层远景，他必须要走那一趟。那谁叫他去的？目前不知道，到底是哪个高层，有没有人出来要求他？没有讲。再第二个，让当事人害怕，因为我做这个影片，怎么会警察，而且来找到我的家里，想要带我去做笔录？第3个，就是给民众认为这就是摆明了赖政府的查水表嘛。毒油的事情，老实讲，民怨现在非常的多。大家有人觉得中央问题，有人觉得地方问题，但是我相信没有人认为毒油是可以接受的吧？不管哪一个地方县政府或者是中央政府。但是在这个时刻，因为他做了这个影片，然后就特别到他家去跟他说要带他到警局做相关的调查。先不管绿营讲非常多，说这不是这个查水表，就是因为有人报案，所以因为那个声音太像赖总统。对。那民众观感是什么？我觉得直接观感是什么？这个事情很多东西，民众其实心中有一把尺，就是如果真的是某一个政党刻意的做出一些东西，想要诋毁另外一边的话，那个政党会得到反效果，会被反噬，因为民众不能够接受。但问题是这一次的毒油事件，赖政府表达出来的态度是什么？是民众在意的。所以我必须要说，在整个这个致癌油的问题上面，民党一直没有搞清楚方向。我讲真的，正常来讲，发生这个问题完之后。该道歉道歉，该下台负责下台，然后给民众个交代，包括接下来该怎么做，我们健康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教大家，让民众安心就结束了。但是问题是到现在，绿营说实话没有一个人认真道歉，一个都没有。卓荣泰院长道歉到半套啊，他说他只针对某一个批号，他不是针对整个事情。其他的政务官呢，到现在有没有一个人道歉？有没有一个人下台？有没有一个人负责？没有。现在所有责任都是中央没有盖牌，是地方的问题以及业者盖牌。这种态度的情况之下，民怨已经在那里了，然后居然又发生了直接大大的到网络创作者家说要去约谈他，大家去做笔录什么等等的，然后最后又说他没有要强制下架。那整个过程当中到底得到了什么？我就变得非常重要。民众也在问，是否以后只要做出类似的东西就有违法的情况？因为之前如果我没有记错，在大罢免的时候，好像也有人仿照桃园某一个立法委员的声音，然后来说他要罢免他自己。大家可以查一下那个新闻，那时候也没有任何的事情，但这次却闹了这么大。民众观感是什么？我觉得赖政府要管。在接下来法律层面的问题，那我觉得既然已经有人讲的是公诉罪，那就看法官包括检调接下来怎么处置，以后大家比照办理。你不管有没有做这种伪造人家的影音图文嘛，就4个嘛，影音图文嘛，那有人去告发，有人去检举或者是公诉，警察问是标准程序啊。我上政论节目，警察中正一夜跑去我办公室啊，直接拿影片给我看啊，说这是有人检举啊，这是不是你讲的啊？我说是啊，他说那你为什么要讲这个啊？我就讲给他听啊，然后他就说好啊，然后就走了。不是这标准程序啊。那有一次他说，委员你可不可以到中正一？我说可以啊，我每天上班我都会经过中正一啊。他说如果你忙的话，我现在写 email 给你，你用 email 先回复我们，都可以。这个问案有很多种方式啦哈，那所以你说跑去他家也跑来我办公室啊，警察招来办公室，我们办公室讲说，你说跑来办公室，我找你们委员说这个是你们委员讲的，那个告我了，去检举我是台北市议员啊，对啊，台北市议员啊，台北市议员上次也被人家伪造啊，伪造跟人家亲啊，那他也去告啦，我想这一次这个案子啊。这个案子这样拿，检察官看怎么办嘛？因为检察官如果说这都没事，那接下来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弄。好，就是如果检察官说这个没事哦，社会可以同意这个没事哦，
好，可以同意这个没事哦。那接下来很多人开始对公众人物、对政治人物开始用他的声音资料库，开始去用 AI 去弄的时候，那就没事哦，打来公俄哦。如果这个社会接受可以这样搞，认为纯又在他这个搞法是合理的，是言论自由。检察官如果这样认定，台湾社会这样子认定，来的凯西来不啊，就这样哦。那如果检察官认为这个不行，这个违反了相关的这个不管是法令或者是什么，那请他下架，不要再搞了啊，或者是最后被人家起诉，那社会就知道说哦，这一条线不可以跨过去。这个委婉的相关的这个不管是法令或者是什么，那请他下架，不要再搞了啊，或者是最后被人家起诉，那社会就知道说哦，这一条线不可以跨过去。所以打的标准要一致。你就是说这不是查水表在做，而是这是整个社会要面对的。不是大家都在看嘛？大家都在看这一次，包括警察，因为警察他只是做笔录啦，他做完之后，他可能就会移给这个检察官嘛哈。那检察官接下来会不会找这个人去问完之后做什么最后做什么决定？社会都在看了，因为距离选举还有几个月啦。好，那今年的选举，接下来有总统的选举啦，大家都没有人的声音的资料库去搞这些事情。那现在国民党在鼓励啊，鼓励啊，蒋万安也鼓励啊，言论自由啊，黄国昌也鼓励啊，大家都在鼓励做这件事啊。然后每一个人哦，你看卢秀燕上台也鼓励啊，徐小青也鼓励啊，这言论自由，言论自由。那这最近有在鼓励的这些人，我就提醒你们啊，如果你们的声音被伪造了，我卖讲画面哦，声音被，顶下有一个人刚换头的咧，拍不雅影片，那个你还关嘛？那是影像嘛？那我们现在在讲的是声音嘛？那今天有国民党的出来讲说，那郭子乾为什么可以模仿？郭子乾模仿，我们知道他叫郭子乾啊。对啊，郭子乾的声音也不会跟当事人很像。这一次是用了赖清德讲话，可能用那个资料库或者是什么，用 AI 去弄的。这个当然在技术上都很纯熟，但是那一条线不可以跨过去啦。你一跨过去，台湾的乱起啊，不一定是政治，平常的诈骗集团，这个都很有可能，因为声音然后就认定这个事情是真的。所以国民党现在一个一个要跳出来说，那一个做的人没事，他是言论自由，记得最后都要付出代价。OK， 将军简单，我很快补充一下哈，声音、肖像权、笔迹这三个是不能伪冒的哈。如果大家都说这是伪冒，只是跟赖清德总统声音像一点而已，你伪冒其他人就算。我常常被伪冒，我的声音、我的肖像常常在这个抖音上面被他伪冒，那不是我讲的变我讲的，我也懒得解释。可是我不是总统啊。今天我如果是总统被伪冒是大事，那如果蒋万安跟卢秀燕觉得没什么，好，台风来了。那有一个人用手机 po 一段防灾中心的画面，然后伪造蒋万安或卢秀燕的声音。台北市明天放假一天，违不违法？这完全不一样哦。这违法喽！不，我这当然违法，这严重违法，当然严重违法，毫无疑问。对，这是严重违法。对，所以我说这次检察官针对这件事情必须要审慎处理。可是因为没有赖清德没有用他的话讲出一个是违法的不实言论。没有，这他讲是说这个他是本偏皮，然后伪名也会造成致癌什么等等的风险。看看他内容，对。可是你为什么谁不好用赖清德总统的声音？这个检调可以，我觉得检调可以来判这件事情是一个行为问题。它不是一个所谓的犯错问题，是行为问题。如果这个行为被允许，那以后天下大乱。来，将军，再请教一个，四管洋出现了吗？出现了，真的出现。礼拜六，在礼拜六，就是国民党要上街头那天啊。对，礼拜六25号那天，我碰到他。他是在造势的场合吗？不是，那是一个社区，他的这些社团活动，这些阿公阿嬷或者是年轻的妈妈，他们的社团成果发表会。那场我也有去。但是我要离开的时候碰到士广洋，媒体上讲，包括万美玲，包括士广洋都有上台讲话，对，有上台，所以就是等于这件事过了吗？其实台下的人都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们到台上都是讲一些说今天大家发表成果，对，我们鼓励大家说很棒，那鼓掌，我们就离开了。他上去解释，就是去解释。媒体上说万美玲讲说他儿子没有做过那样像的，他说他没有那么坏啦，没有那么坏，现场都没有人去质疑他，他上台就讲这样的话，
然后被人家录起来丢到网络上。其实我觉得很奇怪，你应该出来就是讲一些正面的话，人家没有问你不要说嘛，所以表示这件事情对他已经影响到了，所以他上台不是在展现政绩，或者是对于桃园做哪些这个福国利民的事，他反而是上来就解释他儿子的，很尴尬，所以就表示这一件事情对万美玲委员或是对四广阳本人已经有了影响，否则他们以前到了位置去是那个王者风范，大家都要争相拍照啊，然后簇拥而至。那天相当的情形已经冷落了很多了。那你上次不是很在乎他的这个看板到底还有没有要继续选下去？看起来他一定要继续选下去了。他没有退，因为我这个礼拜天我又到桃园区去吃饭的时候，我就还在啊，全部都在啊，没有拆下来，还有增加。然后结果要看那个影片啊，看那影片，我是听声音嘛，就是万美玲一直在解释四广阳没有那么坏，就他讲说没有那么坏，我就想说哇，这个跟我一起看的人都觉得说哇，这个四广阳选定了。看起来他一定要继续选下去了。他没有退，因为我这个礼拜天我又到桃园区去吃饭的时候，我就还在啊，全部都在啊，没有拆下来，还有增加。然后结果要看那个影片啊，看那影片，我是听声音嘛，就是万美玲一直在解释四广阳没有那么坏，就他讲说没有那么坏，我就想说哇，这个跟我一起看的人都觉得说哇，这个四广阳选定了。否则就是默默的，那到时候就登记不登记是另外一回事。还公开出来讲，有啊，就是要选到底。那这个选到底，当然这个都是好事啦，民主时代嘛，大家弄会当算嘛，因为他跟他的对手在竞争1、2名彼此有当时也讲一寡拍篮球、冤家的代志这有一寡消息来绑。那当然，这对四广阳来说，四广阳似乎把这些事情他就不想讲，我觉得他好像自己都没有出来讲，他都没有出来讲那争议又越来越多，是我觉得他还是会选上，没有问题，当然现在有人在放一些民调了将军有看到那些民调，就说他的民调很低了，我个人认为四广阳这次应该是跟他的对手在拼1、2名了，他们两个就是应该也王不见王然后都是彼此尊重。他们两个应该会冲得很高，那冲很高，其实对国民党这不就很麻烦所以在国民党现在很麻烦因为他们可能会有人调车尾，车尾会调，对，就是会调，那对民进党来说就比较顺利了嘛，所以四广阳参选，我个人是抱持乐观就是鼓励啦，就是民主嘛，年轻人嘛，谁不会犯错因为他本来好好的嘛，有另外一个人一直喵他嘛，对不对？一直连打篮球的事都讲出来嘛，所以这个事情呢，他们两个会继续竞争接下来的料应该是会越来越多。反正台湾选举就公开透明嘛。伊讲你拍篮球的时候，安拄安你袂晓讲伊较早安拄安又奇怪咧。安尼大家互相竞争，安尼嘛是好代志啦。接下来那四广阳看起来是参选，目前的态势看起来是一路这样。那还会有其他一些状况吗？但除了这个，范老师2分钟，请问一下，让你先看一则影片，蓝白合，包括讲到2028，柯文哲为什么会说，谁说白银，搞不好白银有更强的总统候选人，来让你看一下。在未来的政党协议书一定会把这些一样越来越列越清楚这样子意思是说，在28年，民众党一定会推出一个副总统的候选人和国民党来蓝白。你怎么知道我们只有副总统候选人？说不定他民众党还有更强的总统候选人呢。高老师，而且他前面有讲说，除非赖清德下台，要不然蓝白合一定就是这个样了。意思说，都是因为赖清德才会变成这个样。我现在有可能大概就是蔡壁如嘛，这两边要去佛光山修道1个礼拜。新闻很大，我本来要去修道个10年还是怎么，只有1个礼拜而且没有落法维尼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这样，今天被看到在北京首都机场的蔡壁如嘛。我不晓得他这个时候为什么忽然跑到北京去了，是要去跟国台办互动一下吗？还是单纯是去旅游？不晓得当然还有可能是黄国昌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看起来这个目前来看，我就觉得国民党要蓝白合，目前从现在的县市长来讲都敲不定了嘛。除了一个嘉义市啊张启凯，他是代表民众党之外，现在这个竹北也搞不定，花莲也搞不定嘛，对不对？那这些东西看起来柯文哲也不想去处理，黄国昌也没兴趣，郑丽文大概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就放那边等着烂掉嘛。那因为距离选举越来越近了，11月要选嘞。这些事情都还没搞定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搞不定的话，更遑论还有就是县市议员，现在也蓝白也很难喝，县市议员很难了啦。博弈他们都表明说，这种大家就兄弟跟在一起，对啊，你怎么可能？你就跟他们讲说，哎，你们蓝营让几席，我让席也不能给他，对啊，是啊。所以我觉得蓝白合其实从这次选举来看，我觉得已经是名存实亡啊。那接下来总统大选，我觉得更难了，因为我觉得在应该是1年多以后，后年的1月要选举。对，以目前来讲，我觉得民众党他的席次只会比现在更少，不会更多。立委大概甚至现在还有8席嘛，我觉得已经最高峰了啦，再可能剩下4席。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国民党为什么要跟你合？没有必要了。而且如果你民众党不够强的话，国民党更没兴趣跟你合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柯文哲，当然我觉得柯文哲讲这个话是半夜走路吹哨子壮胆啦。所以我们有更强的人嘛，我就看不出来是谁嘛。柯文哲自己也没有资格啦，他已经被判刑了嘛。所以看来，我觉得民众党目前的状态，我觉得看起来是已经是并即将进入到这个加护病房了。从一般病房，当然会进到安宁病房，不知道。在未来蓝白合到底会是怎么样一个走向？那2026这一仗恐怕也当然会考验着双方的合作。但对绿营来讲的话，那怎么样去面对蓝白合之下那的所有状况？从一个游行，然后接下来国民党4大天王未来又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